大家好，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王一博心心念念的无名影评，出街之后貌似不差的分数背后，让人万万想不到，也万万想得到，因为梗太大，也太多了。至于万万想得到的部分，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，我已经一路讲了太多了。因为博纳的功利心和后知后觉的缘故，让无名的影评早就成为了正装票房的副产品。博纳只关注一锤子的买卖，这要是赵丽颖的话，类似汉堡包的小刀快语早就扔出来了，即便不会明说，因为唯票房论，注定是一场金钱的游戏而已。当然了，王一博在宣发无名的时候也反复强调了一点，相当的鬼马，而且在本频道的短视频区有找。2023年的赵丽颖似乎开年就一派好兆头，春晚一人独揽2个节目，身着高定登上杂志开年刊，整个人的精致度和时尚度都上了一层。以往大家对赵丽颖的时尚印象或许还停留在 Dior 那句尴尬的 And you, what would you do for love？ 让不少人一度觉得赵丽颖的演艺生涯几乎与时尚无缘了。但2022年开始，特别是在出演了《风吹半夏》后，大家都会发现赵丽颖整个人的质感突然变高级了。在大众公认的层面，有那么几个明星一直都是土的代言人，其中就包括赵丽颖。赵丽颖的土是原生条件带来的吗？不尽然，不少人也应该发现了《风吹半夏》改名改命的整个过程，本身就充满了赵丽颖幸福蜕变的成功密码。这就像无名对王一博的影响一样，影响深远。由梁朝伟、王一博、周迅主演的电影《无名》在影评平台豆瓣上终于开分了，40万多人开出了 6.8 的评分，这个评分只能说是不差或者 OK 的样子，而其他几部同期上映的电影已经开分很久了，这部只能说真的有很大的争议性。这个分数大家认为是高了还是低了呢？而这部电影上映前预售那叫一个声势浩大，上映3天票房3亿多，其实不错，但是加上报复性消费的利好，熊出没居然也能反超，的确有些后劲的差距了。这一点 Zen1 我也提到多次了，发行方如果本末倒置，那么后悔是需要亡羊补牢的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电影之前导演就说投资了3亿，这就意味着王一博的对赌和努力还需要加码。那么为什么 Zen1 我会这么说呢？票房的分红收益规则来讲，首先票房的收益不是所有都拿来分红的，它是由几部分组成的，其中 5% 国家电影专项基金和 3.3% 的税收，另外还需要扣除 58% 院线分成，剩下的大概 35%到 37% 才是实际的票房收益，也就是博纳能够进行过分红的收益。所以估计了一下，票房需要12亿的样子才能回本。如今这个票房连一半都不够，且一直只有王一博在努力宣传，其他主演多少有点无所谓的样子了。于是乎，吃瓜不嫌是大的瓜友。有人表示说，如果被钱绑架了，你就眨眨眼。至于这个 6.8 的分数，铁杆粉丝肯定认为是太低了，是有黑粉在故意打1星。只是许多人也表示说，这个电影1天前才10几万人评分，一夜之间就多出了20几万人评分，且基本上打的都是3、4星，认为黑粉那不得打1星才对吗？讲真，这个电影的分型比例，起初一看就是超典型的粉黑大战。然而一夜之间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的影评，或许就真的更加乱了。只能说，流量明星的影视剧真的是特别的腥风血雨，反而演员的演技都没有反映在影评当中，这种蹊跷 Zen1 我也是看了大量影评之后得出的。而且若干的例子 Zen1 我稍后举出之后，您千万不要摔烂眼镜咂出舌头。刚出道的赵丽颖一直都以可爱示人，长着一张圆脸，胶原蛋白满盈。当她这张可爱的脸套进奢侈品大牌的奢华里，脸上过于圆润直白的质朴和奢品的云端感格格不入。那句蹩脚的英文更是直接给她的时尚品相判了死罪。早期的赵丽颖的确不太Dior，可爱不是不时尚的原罪，但却很要命。她的主要问题在于一种见人见鬼都能游刃有余的交际手段。她不像其他女明星深谙名利场的生存法则，每一次的出场都势必捍卫女明星的职业素养那般，在华丽的名流漩涡里，赵丽颖通常是局促的、窘迫的，到后期
虽然少了明面上的波动，但她依然是寡言的、放空的、自我保护的。有人把赵丽颖的怯归因为农村出身和文化不高，其实不是才是。她的不是并不全是因为这些原因，其实农村出身又怎样呢？作为演员，真实的生活才是根基，这显然是她的优势。她有生活过的痕迹，不是真空的。她知道普通人甚至是底层的喜怒哀乐、世事无常是怎样。文化不高更是无需拿来构尺，至少她能把角色的各中都参透。她内在的务实才是不是的最大来源。那些光鲜亮丽的泡泡，在她务实的人生观、价值观里是那么刺眼的虚无缥缈，一戳就破。那些能在手中紧紧握住的东西，才是她所追求的踏实。比如一部作品、一个角色、一本自己亲手绘制的人物小传。在娱乐圈，赵丽颖不太像个明星，倒像是个打工人，有点社恐，勤勤恳恳完成工作后，不想应酬，不想社交，就想马上回家躺着，干点自己喜欢的事。这些相关的心声和坦白，欢迎您在短视频区自行搞笑，真的相当搞笑。他只是谋了一份高曝光度的生计，但不代表名利场就是他的乐园。在这个最不缺巧舌如簧的圈子，他真的会显得有些无趣，不怎么会讲场面话。有时候大家看他表达，都莫名替他先尴尬心虚上了，那种怯的气场，早年真的会溢出屏幕。他真正的性格在草根年代都未曾褪色，比放在综艺《女神来了》里面，他又挺开朗的，还有个外号赵小刀，看着挺活络率真，但是那一面似乎很快就在公众视线里消匿了。在看到赵丽颖时，她已经是那副小心翼翼的模样。当然，这都是以前的赵丽颖了，小赵时期的不是可能，很长时间都没法改变。但没变的是，她一直都在勤勤恳恳的拍戏，骨子里的安分和实诚，让她志不在斡旋于觥筹交错之间，转而在一个个作品里实现自我价值，到最后才有了如今赵丽颖的反转。在 Zinman 我的眼里，这或许就是各个机会的牢牢把握和不断进阶了。伯纳从一开始掉进前沿，其实也造成了不少机会的错失，例如 Zinman 我提到多次的海报色和春节梗。现在有观众反映，近来有许多电影院原本放《流浪地球2》和《无名》的场次，且观众已经购了票的也被莫名退票，随后发现这个场次变成了放《满江红》。这波操作属实也让人有点疑惑了。那么您看出来了一种叫做团队的老练周到吗？作为演员，赵丽颖是幸运的，也是有野心的。在每一个阶段，她都有一个能与之匹配、为其证明的角色，从最早的陆贞、花千骨到楚乔、盛明兰，再到现在的许半夏，而且每个角色都不乏开拓性。赵丽颖在接剧本这块也向来有前瞻性，她总是能在当下市场同质化的热闹中跳脱出来，寻求新的突破，这也是他作为好演员的野心。这种安静的野心，让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低调，同时完成超越已无形。他一直是躲在角色后面的人，赵丽颖很会演别人，在接角色的时候也足够大胆，唯独不会演自己。他本人的能量场并不是很强，这也是他时常有怯的根源，恰恰是这些角色给了他反哺，把不热衷于左右逢源的时间拿来琢磨角色，那种来自好作品的能量与跻身上位的虚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。好演员似乎都有这个特质，把热烈都留给角色，真实的自己往往归于平淡，不轻表达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表达其实都已经在角色里了，内心充斥的饱满情绪，也都通过角色这个载体去诉说了。就像赵丽颖的脸一向是有力量感的，但人们容易被年轻时饱满的假象所欺骗，卸下那些胶原蛋白。赵丽颖的骨相也是极好极有韧度的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她演的少女还总都带着一股倔强和飒劲。演员时时刻刻都在剧作里表达，所诠释的人物皆带着自己的理解，而这份理解又来自于以往所有认知的总和，最后再转化成本人脸上的气质语言。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的赵丽颖脸上就有了更多的层次表达，最明显的变化是有了以往她最匮乏的松弛，结果赵丽颖瞬间秒懂了变化，也把握了另一个方向去释放自己。面对这次影评开分的延后，个中的变化其实也不太容易秒懂，甚至需要时间的参与。影评平台上针对无名的一星其实不多，
其中一位贡献2星的说，剧情破碎，气氛压抑，画面血腥。这个和春节不贴啊。这个短评有2000人感觉有用，支持度暂时算是最高。另外一个贡献2星的说，剧情为何会如此混乱，支持度排名第2。这些短评在曾万我的眼里明晃晃，也是对事不对人。一则给5分的长评当中，没有针对电影，没有剧透，只是简单致敬了电影人和无名英雄，跟着获得了5000人的支持，这其实很有意思。去年12月刊的 Glass 杂志拍出了赵丽颖最深层的质地，那种忧思沉静的美，让人似乎看到了她灵魂底色的样子。云淡风轻，岁月无恙。如果您好奇当时的画面，不妨自行回顾一下曾万我每日不辍的精彩片段。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面，一个30加的独立女性，一个作家，在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，挥洒自由的笔触，完成与角色的对话，与自我的对话。这画面，这种于安静处衍生的灵动、清冷的字词，才是最高级的留白，最拥切的书卷。这样的状态，从眉间就流露出了舒展自洽。她本来就应该是安静且坚定的，从前的赵丽颖何土之有，她只是站在了一个错误的语境。这样自然氛围下的赵丽颖就很美，时尚与否，或许赵丽颖可以毫不在意的，她已然找到了诠释自己质感的最佳方式。那便是无需时尚，遵循本真的样子。哪怕他现在说话依然不是特别有掷地有声的重量，但眸底深邃，周身柔软坚韧。他也没有刻意展示有谈吐有文化的一面，但显然更有沉淀后的厚重。他有了阅历，除了文化，这些也是智慧的财富。因为 Zimwen 我很喜欢时间给出的答案。赵丽颖始终给我很强的实感，又拙又实，她不属于完全的天赋型。但他演戏时异常的投入，拼命的捉进，时常把角色融入到自己骨血里的浸润。今年的 Figaro 开年刊里，赵丽颖身着包括 Ellie Saab、Georges Hobeika 等多套高定，就非常许半夏。在能叫得上名的85花里，赵丽颖也一直是最有与角色共同成长感的一个。她总能在角色里汲取养分。有一度我觉得她非常胜明兰，明兰应该是她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。现在又时常觉得她就是许半夏。在角色精神赋予下的赵丽颖，越来越有野蛮生长的生命力。其实看赵丽颖的蜕变挺感慨的，从前在高定里无所适从的小赵，现在成了华服在身也难掩彻颜的赵姐。赵丽颖的蜕变并不华丽梦幻，但都像她这个人一样实，一切都是那么实，如土壤，如苍树，如星火。在最新的采访里，赵丽颖说喜欢自己目前的状态，这其实也找到了时间的答案。时间所赋予的一切，她都有在悉心收下，用心雕刻。她现在特别美，是那种尘埃落定后的自知和洒脱，与时间碰撞出缱绻的轻逸之美。因此，以前的伯乐于正已经习惯敬而远之的看着赵丽颖了，即便于正还是那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，即便他现在还是啥事都要出来插一脚。这几天更是频繁的发博讨论王一博和易烊千玺的演技，而话语看上去像是夸奖演员的，实际上却有点阴阳怪气的意思。尤其是评价王一博的那句没有情绪就是最好的情绪，让大家解读出了好几种意思。其实有时候豆瓣评分不能代表什么，但电影票房一定能够说明90%的问题。无名现在的票房很大一部分还是粉丝预售买的，后期上映后票房就没有很大的涨幅了。这说明无名的片方真的很懒，所有的宣发都围绕王一博，结果真的懒人有懒报，把这部质感不错的电影促销成了一部真爱粉丝的电影。如果您再回头看看Zimwen我的万般铁口和预言，您会不会觉得再加一层金边也无妨呢？在影评平台上，无名的影评区依旧明晃晃的晒着这句话。当前观众意见分歧较大，随机展示部分短评，请谨慎参考。再看看让赵丽颖2次巅峰转型成功的风吹半夏的影评区，明晃晃的没多少人去质疑赵丽颖的演技，因为时尚不仅仅是外在的，